事情發生在上個月底前，恰好我有個朋友老張去深圳出差，臨行之前跟我說好久沒見到郭總了，去看看郭總，看看他最近過怎麼樣了。我跟郭總相識於2013年，當時他在一個深圳的國企，一個混合所有制的公司，那時候我們正在做一個政府的項目，他負責規劃項目方案。當時他剛畢業沒幾年，已經初露鋒芒，在一個論資排輩的公司裡面，職級並不高，但是他向上管理能力極強，無論在什麼環境裡，中間隔着多少個層級，他永遠能搞定公司的老大，得到領導的信任，成為老大身邊的頭馬。他老板投的項目，他也能跟着參與。他給我的印象，年少有為，思維縝密，同時也很善於經營關係。政府項目很快就收了尾，我們也因此成了朋友。轉眼到了2017年，郭總來北京出差，跟我說他想從公司出来，要跟着他当时的老板一起去深圳一個国資控股的上市公司。我當時問他這事靠譜嗎？他跟我講換了賽道，前途可期。後來的事情證明，這個決定既成就了他，也埋下了他日後倒下的伏筆。10年前，皮帶哥當時還在跟沒有晉升省長的馬市長大展宏圖，優酷被 Victor 賣了2遍，賣了一遍美股，又賣了一遍阿里，整個行業都在加速演变，所以那個年代人人都在尋找自己事業的轉型之路。在中國做生意的路數有很多種，其中2種極具代表性，一種是假會計那套倒賬手法，靠資本市場敘事把盤子不斷滾大，另一種是政商之間心照不宣的利益共生，也就是所謂的红顶商人。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會懂，這都是教科書級的標準化案例。恰好那幾年地方主政者高升，封疆大吏，我當時的項目也機緣巧合遷到了廣州。這期節目不是在扒誰和誰的關係，我只是想說，熙熙攘攘皆為利往。為什麼我會懂這些呢？因為我也是一樣的人。17、18這2年，郭總羽翼漸豐，他的老板進了上市公司擔任集團 VP， 而他則在上市公司麾下獨立運營2家子公司，出任總經理，方向涵蓋孵化、基金、投資、科技、產業園區等等。不出意外，他又把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也搞定了。在我看來，這不過是體面版的二房東，本質上跟那種手握整棟樓鑰匙、穿着人字拖的廣東包租公並無二致。只不過他的園區版圖鋪到了深圳、南京、武漢、成都等多座城市。郭總不是個自私的人，班底清一色是上家公司的兄弟，事業如日中天之際，有些地方城市的官员1、2把手去深圳出差，哪怕深夜航班落地，也要專程去找他喝一杯。為什麼要拜他這個碼頭呢？這不可能是什麼兄弟情深，地方政府並不缺錢，但是需要郭總的產業園區去給地方背 GDP， 再加上他手裡有基金牌照，還可以和地方國資一起合作投項目。人家見他是有所求的，政治也好，商人也罷，不會無緣無故來找他喝酒，無利不起早。疫情那幾年我們聯繫見書，其中有一年他進京拜會一位身居高位的貴人，離京時我送他去機場，路上聊了許多，那時候已經能感覺他多少有點飄，人順風順水的時候難免會這樣。今年春節前夕，我的一個兄弟給我轉來一條新聞，郭總集團公司的黨委書記、董事局副主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被帶走調查。我心裡一沉，這不會牽連到郭總吧？畢竟是直接匯報的關係。25年，郭總集團公司上面的控股公司由一家央企變更到另外一家港資央企，表面上是國資委做了股份变更，是管理层的調整和人事变动。事實看來是上市公司換了东家，要重新洗牌。這是哪家公司？你們應該能猜得到，具體的名號咱們就不提了。春節期間，老張給郭總拜年，聯繫了一下，郭總說沒他的事兒。回到故事的開頭，老張去深圳見到了郭总，跟郭總提起我已經退出江湖，一心求道了。老張看出郭总有些不安穩，就讓郭总找我，讓我給看看八字。等他們結束了晚餐，在他回去的路上，郭总給我打來電話。我一看他這八字，就知道他現在心裡很慌很怕。我不敢往重了說，怕他晚上睡不着覺。我問他，人家來查的時候，你賬上的事兒能說清楚嗎？能解釋得過去嗎？
我說下個運不行了，什麼都別折騰了。他說不在乎以後的，只想知道眼下這件事什麼時候能翻篇。我說短期內翻不了篇。他說進去的董事長查了半年就完事兒了。言下之意是，既然針對老大的調查都結束了，也就不會再往下面查了。我細看了他丁未年的流年，告訴他明年看着也不像是能了結的樣子。我還問他，你究竟在怕什麼？他沒有明說，我便寬慰他，今年甲午月、丁酉月這2關平安過了就好。跟他結束通話之後，我又給老張打了電話，說你明天在深圳別走，再去找他，把他勸走。36計，跑為上。如果他出事兒了，我一定能知道。要麼像春節前進去的那位董事長一樣上了新聞，要麼自然會有人來告訴我，你得再去看看他，保不齊這就是最後一面了。第2天中午，我越想越不放心，又給郭總打了過去。我說我給你3個建議：第一，跑路，你是去泰國、新加坡，還是去美国、加拿大？願意去哪兒去哪兒。第二，你這個月隨便找個国內的地方去旅遊或者出差，我去給你安排個法術，轉移調查的注意力，把這個事兒給破了。第三，如果前2條你都不考慮，那紀委的人來找你，你就得賣一個人出去。我出的那3個主意，說到底其實是同一個：跑路，跑路，還是跑路。郭總聽了不以為然，他說自己又不是黨員幹部，不過是個民營公司的老板，就算賬上有些說不過去的地方，也都是為了公司，賬面上無非幾瓶茅台的往来。我說既然如此，那你到底在怕什麼？他說自己的公司这個業務，上市公司的新股東不想要了，想把這個業務從集團體系內剝離出去，條件肯定是談不攏，就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辦法對付自己。我聽他這麼說，也不好再說什麼了。他腦子裡想的是幾瓶茅台，人情往來，大家都這麼幹的。可我在命局裡看到的是他實實在在的反了月令，違了天道。那不是幾瓶茅台的事兒，那是牢獄啊！我不知道怎麼能把這個意思翻譯成人話，讓他聽得明白。自己身上沒疼過，你跟他說疼是什麼感受，他不会信的啊！這就像郭德綱的那句話，阎王救不了要死的鬼。這個事兒他其實不是沒有逃生的機會。我後面會講到，2周後的一個清晨，醒來後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發來的信息，聊聊郭总的事兒。這人是郭总的哥們兒，就叫他黃總，2人也是10幾年的交情。從郭总在上家公司他们就認識了，是真正的老同事。我跟郭总認識那麼多年，黃總也見過，是個憨憨的人，不是那種精明算計的角色。我直接回撥過去，問他郭總出了什麼事兒。黃總說，早上紀委的人直接來把郭總帶走了。我說那你怎麼會來跟我說？他說你算得太準了，你上次跟郭總打電話的時候，他就在我車上，你快幫我看看我有沒有事兒。說着把8字發了過來。我說你跟他之間過了什麼賬沒有？黃總說了這樣一件事兒，幾年前上市公司需要虛增利潤，跟他的公司過了一個賬，有個4、5千萬。我說那你跟他賺錢了沒有？他說沒有，稅點都沒給他留。我就很奇怪，不至於吧？沒賺錢就算了，怎麼還倒貼了稅務成本？起初我以為是幾家公司循環走賬，用跨年時間差把財報的利潤做出來，這是最簡單且常見的辦法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上市公司在關聯交易和走賬之間選擇了操縱非經常性損益。說白了就是賣個假殼，他們設計把一家子公司的股權作價4000萬賣給了黃總的公司，這個辦法簡直太蠢了。這麼操作下來，上市公司是把利潤虛增進去了，但黃總那邊也平白背上了4、5千萬的債務，郭總在位置上就沒問題。但是如果國企換領導了，這不就弄假成真了嗎？我給黃總出了個主意，你現在拿着港澳通行證去羅湖過海關，看看能不能出去，是不是被邊控了，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。黃总到了海關就被攔住，海關的同志給了他一張說明，附上了紀委的聯繫人和電話，罪名是受賄罪。我跟黃總說，像郭總這種情況，一般發生這種事兒得先把婚離了，自己出事不牽連妻兒。黃總說郭總婚是離了，那我他媽就更奇怪了，
郭總都能想到把婚離了。我勸他走，他怎麼就是不走呢？自己有預感，還心存僥倖，而給郭總的留置單上定的是行贿罪，這就是找個由頭扣個帽子。後面的事情證明，如果只是查行贿的話，就不會倒查郭总10年的賬了。像這種事兒你經歷過就懂了。人家問你去年的幾萬塊錢怎麼花的，你想得起來嗎？3年以前、5年以前、10年以前呢？你都記得住嗎？我拿着這些彎彎繞繞給黃總打了個預防針。大概1周後，紀委通知他去問話，還好，12個小時就出來了，跟我說雖然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但還是很难承受啊。果不其然，除了虛增利潤的假賬，人家還查了早年郭總借黃總名字做了某公司的法人，等等更早的事情。我把他这個命局的推理過程分享出来，沒有用到任何的神煞，也很少會用到食神之間的關係。你只需要認識10天干、12地支這22個字，同時對大自然的規則和人性有基本的認知，就能聽得懂。但是我會大量的用到盲派的幻象、轉向、暗象，以及盲派的時空觀和八字背後氣的流轉。如果你能完全理解這個思維方式，那麼你對於盲派易經的水平可以達到大學畢業的 level 了。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郭總大禍臨頭。這個命主出生在酉月，酉月是什麼？秋天，主氣是金，秋天的道就是金當令。金當令的時候，整個命局裡誰順着金的規律走，誰就相對合理，誰逆着這個金去折騰，誰就容易出問題。但這個命局一打開，第一眼就不平衡。地支裡寅巳未這3柱都是陽的，月令這個酉是陰的，也就是說命局裡一堆陽性的東西圍着月令這個獨陰。當這些陽性的字還沒結黨成勢的時候，局面還能維持一個很微弱的平衡。可一旦大運流年把它們串起來，形成一股力量去治這個月令的陰，那就不是小問題了。所以我最早看這個命，先不是看他有多少錢，也不是看他職位多高，而是先看出來一個結構。這個命局有2院之災的底子。所謂2院，不是我拍腦袋說的，是命局裡陰陽失衡以後，陽來治陰，治的又是月令這個核心位置。月令一動，整個人所處的環境、規則、組織系統都會動。這是第一層。為什麼說它有災？但是光說有災還不夠，一個命局不可能一上來全是壞的。這個人為什麼能起來？為什麼能進央企？為什麼後來又去了上市公司？這就要看命局的流通關係。年上是丙寅，這個丙寅很關鍵，因為它不是一個孤零零掛在年上的字。丙火從哪裡來？從未土中來，未土裡面藏丁、乙、己，木火的氣能往上引，年上的寅木又能生丙火，所以這裡形成了一個化官生印的結構。年上代表什麼？代表國家、政府以及中央的單位。之所以年上的丙寅能生到命主身上，是因為丙寅是從命主家裡出來的，就跟命主有緣分，說明這個人能得到體制內國資背景大平台的資源，這就是他能進央企的原因。然後他走到子水運，局面就更順了。原局地支不見水，寅木是什麼？死木。沒有水的時候，這個寅木就是乾的、枯的，像一個沒有被激活的資源。可是子水一來，酉金生子水，子水生寅木，寅木再生丙火，這個鏈條一跑通，就是枯木逢春。原局年上的丙火有2個出處，就是2個人的印，所以子水運是他和他的領導2個人同時事業上有提升，一起進了新平台。這就是這個命的第一層財。這個財拿得對，他跟自己家裡有關係，也跟年上的平台有關係。換句話說，他不是完全沒路的人，他命裡有正路，有機會，有平台。但是問題就出在這裡，子水運表面看是枯木逢春，是事業起勢，可我卻說它是魔鬼的誘惑。因為秋天的金正常來說是收斂、收割、成器的季節，現在金生出水，水又去長木，秋天的金反過來養木，讓木開花，這就反常了。說白了，在一個反季的大運裡面順風順水，這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待水運結束後，這個月令的金又被丁火克了，而這個丁火從哪裡來？從未土來，那就跟命主自己有關。
酉是月令，是規則，也是比劫那邊的財和時，既不是你生的，也不是從你家裡出來的，你通過自己家裡的火去治它，就不是正常流通了，而是拿了不該拿的東西。所以我說子水運是先讓你看見機會，天要你滅亡，往往不是不給你機會，而是先讓你走得特別順，看你会不會瘋狂。講到這裡，只能說明他有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，那我為什麼進一步斷他有假賬？這就要看他時上的辛金。道德經39章講到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。你知道在命局裡怎麼用嗎？這個一不是數字一，而是本源和統一性。放到命局裡也一樣，一個字只有一個出處，它就清；一個字有2個出處，它就混浊了。命局喜清不喜浊，這個辛金就不清，它有2個來處，一個是月令酉金出來的辛金，酉金是真金，有形有质，但這個命局還有巳火，巳裡面也藏金，可巳火的本氣是火，裡面的金只是个余气，不是质。和酉金这種真金相比，巳中的金就是假金，虛的做不了實事兒。現在問題來了，實幹這個辛金既像是酉金出來的真金，又混合了巳火裡面的假金。比劫看見它，會以為命主手裡這個辛金有本事、有資質、有能力。實際上呢，命主的金土有虛名，需要借月令的真金才能發揮作用。通過丙辛合，丙火就能判斷辛金的成分和真假，假的就會暴露。就如同戀愛中的男女往往都是情人眼裡出西施，一起生活面對了柴米油鹽之後，才會知道彼此是否和預想的一樣。所以今年丙午年天干丙辛合，這是官府來做審計和調查的。但這個偽裝不只是天干的辛金，你往下看地支，對秋天的酉金來說，最匹配的土是戌土，它們是同一套季節系統。如果命主這裡真的是戌土，丁酉就同宮了，那他通過丁火去拿酉金，在結構上還有合理性，但它不是戌土，它是未土。未土是夏天的土，裡面藏着木火，它的土質鬆軟有濕氣，這個未土上面透了辛金，辛未就偽裝成一個像是戌土的樣子，表面上好像在生金，這就是這個命局最核心的錯位。表面是個假戌土，實際上是真未土，它一邊裝作幫你，一邊又把木火送上來克你，旁邊又有巳酉合，巳火裡的藏干結構跟戌有相似之處，於是酉金會誤以為你跟我是同氣的，你也是秋天這一套，你是在幫我，你是在生我。所以你看我這個哥們兒很會偽裝，天干的真假你就不太容易看出來，他是一路包裝到地支，完美的無懈可擊。這就是他與他世界裡比劫之間的關係。如果實支是戌，那很多事就能講通，他通過丁去拿酉金就不違法了。可偏偏他是未土，就差了這一個字，性質就變了。行賄只是帶走他的理由，不一定是最後的罪名。隨着調查的深入，真假辛金會查到如虛增利潤這樣的假賬，辛未這個假戌土還會查到虛假和違規的項目，再深入調查到月令的丁酉，會查到職務侵占這些東西，最後牽扯出來的不止一件事兒，也遠不止一個人。所以我們就不能再把這個命局當成一個人的問題來看了。很多人看命，一看到命主出事兒，就只盯着日主，是不是他貪了，是不是他違法了，是不是他倒霉了。但這個命局不是這樣，這個命局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不是一個人單獨犯錯，而是一套結構一起失控。你看表面是郭總被帶走，你往命局裡看是寅木、丁火、辛金、未土，每一個關鍵位置都不乾淨，每一個字都有自己的慾望，每一個字都在拿自己不該拿的東西，這就是窩案。我們先看月令這個酉金，前面我說酉金是秋天的主氣，是規則，是環境，是比劫那邊的財和時。那是不是說酉金就一定是完全正確的？不是，這就是這個命局第二層反轉。第一層我們看到的是命主用未中的丁火去治酉金，拿了不該拿的東西和真假兩個辛金的虛假賬目，所以它有災。但第二層再往裡看，酉金把辛金透到時干，這個辛金落到命主這邊，就跟巳火裡的金混合在一起了，就等於月令在給命主站台。你能說這是命主自己把未土偽裝成了戌土嗎？不是，酉金也參與了。為什麼要參與呢？因為酉金被丁火控制了。月上丁火要分兩部分看，
一半是月令自己时空裡的丁，秋天的丁就是虛中的丁火，另一半是命主未土裡的丁和年上丙寅引出來的木火之氣。道德經39章後面還有2句話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沸。就是說你看着天干透出這一個丁火，但因這個字背後有2個不同的源頭，就有了2個截然不同的目的。秋天的丁火是陽氣，目的是為长金提供能量，而来自木火之气的丁則是想讓金生水來養木，這就違背了天德以清的天道原則。道德經將恐裂這3個字，將是未來时態，尚未發生，恐是認知判斷，表示對未来之事的憂慮性推測。最妙的是裂這個字，它就是指失去了一致性、統一性。那如果是與比劫的合作關係中，意味着有2心，將來必拆火。如果就看一個人，也代表了這個人內心衝突、價值分裂、性格不穩定。這個時空本來應該按照秋天的規律運行，結果木生的火上來了，這是夏天的丁跑到秋天的酉金上面來，控制了月令的酉金，是木火污染了酉金秋季的时空体系。月上的丁火是命主的印，是单位，是組織系統。酉金是這個局最大的環境，是規則。放到央企上市公司的語境裡，就是丙寅和命主用木火這種形式控制了公司的制度、內控、合規體系，來偽裝、偽造一系列的事情。這就是一種系統性、制度性的腐敗。今年丙午一到，因為走辛金運，天干丙辛合，地支的承载就是午火克了月令的酉金。午火把原局裡那些本來分散的陽性力量全都串起來了。原局里有寅、有巳、有未，平時他們各占各的，還能維持一個微弱的平衡。可是丙午年來了以後，寅木生午火，巳火帮午火，未中的木火也跟着午火走，寅、午、巳、未结党成势，全部变成一股火气來克這個酉金。字面上的丙辛合已經變成丁火克辛金了，因為丙火坐在了午火上面，這個丙火也升溫了，它只是一個丙火的樣子，實質就是丁火了。這就叫天地一氣的消神夺食。火克金是有動靜的，他的世界中的比劫都會知道，他的恐懼、害怕是顯露出來的。所以我會說，要麼上新聞了，要麼有朋友過來通知我。那誰的食神被奪了，誰就會恐懼；誰違反了天道規則，誰就要有牢獄之災。年上的丙寅是從未土中出來的，化官生印的是領導。落到現實裡，這個人是誰呢？就是郭總的董事長，是他的老闆。因為制酉金的丙午是寅木生的，說明這個寅木就是大老虎。原局月上的丁火也有寅木的一份，他也拿了不該拿的東西，也是因為丙寅是命主家裡出去的，所以丙寅進去了，一定會牽扯到郭總，把他供出來。為什麼老闆先進去了？第一，寅木的背後有個丑是暗象，所以他老闆被帶走的應期不在丑月就在寅月。第二，從時空關係的角度，寅木在年柱的位置要早於日食。現實裡看到的就是董事長前面進去，後面郭總再被帶走。那郭總這邊只有他一個人嗎？也不是，因為时上的辛金分別來自酉和巳，他在現實裡就是2個人，一個是台面上的郭總，一個是替他辦事兒、替他跑流程、替他處理具體賬目的人。你看时上的辛金要去和年上的領導丙寅，辛金是食神，這不就是說話、對接和執行嗎？所以他不是只代表郭總本人，還代表替他具體操作的人。這就是我當時為什麼讓他賣個人。就在我寫這期節目的時候，他公司的辦公室主任，相當於是他的助理，也被紀委帶走了。月令上的丁火是未庫裡出去的木火之氣，酉庫跟着在比劫宮，是多少個就數不清了。這就是我為什麼斷它是個窩案。那為什麼我說這個事兒明年也未必能了結呢？都已經分析到了這個程度，該查的難道還沒查清楚嗎？並沒有。我們再往下深挖，如果說第2層的分析是這個案子牽連的廣度，那麼第3層就是這個案件的深度，它會關係到法院對郭總的量刑。明年丁未年他就進丑運了。我在盲派時空觀那期視頻中講到過，盲派對於時間和空間的理解，月令的字就代表了當季，在時間線裡面意味着現在进行时，這個命局月令是酉月，而年上的寅木單獨看就是春天的木，是正月。
正月相对於酉月來說，就是英語語法中的過去時態，在時間線中它意味着過去的、古早的、古代的、過時的。再延伸一點，它可以看成是前生、前世的。盲派時空觀的第二個邏輯是，一個字既代表時間，也代表空間。這個命局地支不見水，沒有水來滋養的寅木，在一開始就是死木，它就是一摞舊檔案，像早年的項目材料，像一份沒人翻的合同，更像是過去的死賬爛賬。那不是走水運的時候它枯木逢春，好像活過來的樣子嗎？從子水運到現在正好10年，這就是為什麼要倒查郭總10年的賬。這麼查下去，一定會往前翻老項目、老合同，查職務侵占和國有資產流失。丁未年寅木入木，這可就變成现在完成時了。死木被郭總的位庫收了進來，意味着過去那些死无对證、無從查起的陳年爛賬，就都裝到他這裡了。不管原本跟他有沒有關係，最後都可能扣到他頭上。因為死木在家外，過去的賬又早已沒人算得清楚，這個鍋可就背得大了。裡面當然會有冤枉的成分。明年丁火透出，命主天干的食神被削奪了，不讓命主說話了，這就無法辯解了。再加上走丑運，丑未沖，金至木，金為法律，未中死木成了證據。最後這案子移交檢方提起公訴的時候，那些陳年爛賬一定會被拿出來，作為指控郭總的罪證。我們再看他會判多少年。巳火在丑運變性也要跟着走，夫妻宮就不完整了。未土根被冲走，寅丑暗合，寅木换土，郭總等於一無所有。月令的金本來也不是命主的，丑来了自然跟丑走了。丑運的丁未年是不是一個字都沒給郭總留下？再看後面的壬水運，丁壬合，丙壬沖，是財壞印，但這不是關鍵。原局天干不見水，見水辛金就被化了。等到寅木運，原局的字出來了，他才有機會出來。早在丁巳，晚在己未，那時候郭總54了，這輩子也差不多過去了。按這個運勢節奏看，差不多要被判10到12年吧。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活在一個幸福的誤區裡，以為只要我安分守己，只要我與世無爭，我就能獲得歲月靜好。我們把這種平庸的安穩當成了世界的本來面目，但事實上，你覺得海面上風平浪靜，是因為你還只是一隻在淺灘上玩沙子的小蝦米，你沒見過深海裡的巨鯨搏殺，也沒見過暗流湧動下的屍骨無存。這只是因為你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，在底端，資源匱乏到不值得掠奪，利益微薄到不值得博弈。你感受不到殘酷，不是因為社會變溫柔了，而是因為你太弱了，弱到連被收割、被針對的資格都沒有。很多人會反駁我，誰說底層不殘酷？我沒錢買房，看不起病，這不殘酷嗎？是的，這也是殘酷。但我想告訴你，社會的殘酷分為2種，一種是被動的殘酷，一種是主動的殘酷。底層的殘酷是被動的，是生老病死和经濟碾壓，你找不到具體的敵人，你只能恨命，恨老天爺。而上層的殘酷是主动的，你的对手是具體的人，具體的局，那才是真正的修羅場。如果你覺得社会不残酷，只能说明你還沒有走到那個值得動刀子的牌桌上，你被一種低價值的保護層包裹着，這個保護層讓你免受攻擊，但也鎖死了你的上限。郭總這件事兒對我觸動很深，這些年朋友圈裡那些曾經的夥伴、朋友、領導很多都聯繫不上了，不是被帶走了，就是被判了。那種感覺很像住在養老院裡，今天隔壁的老頭沒了，明天樓下的老太太走了。也正是這種無常，讓我開始去尋找財官的真相。你可能想說，你是上了梁山坡嗎？怎麼身邊朋友都犯了官災呢？社會本質上是一座金字塔，在底部，你出賣的是最廉價的時間和勞動力，人與人之間沒有太大的核心利益衝突，因為你桌子上的那點殘羹剩飯，大鱷們看不上，精英們懶得搶。這就好比草原上的螞蟻，獅子從來不會去跟一隻螞蟻過不去，不是因為獅子善良，而是因為螞蟻太小，踩死它浪費體力，且沒有任何收益。但是一旦你開始往上爬，當你從螞蟻變成了兔子，你會發現狐狸在盯着你；當你變成了羚羊，你會發現狼群在圍獵你；當你變成了獅子，你會發現同類在算計你。越往上走，
利益的蛋糕越大，每一塊蛋糕的切分都伴隨着血腥的廝殺。這就是人之道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很多人這一生之所以犯了事兒，並不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是壞人，在他的命運生態系統中，年上有年上的欲望，月令有月令的欲望，日主有日主的欲望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順手做了一點變通，只是跟着大家往前走，合在一起就是一個人類大型共業犯罪现场。這個場會把每個人的貪嗔痴都點燃。這個世界上存在兩套規則，一套是人間的律法，一套是天道的規則。你以為所有犯事兒的人一開始都知道自己在犯罪嗎？哪有那麼多明知故犯的人？很多進去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踩線，法律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，你不了解很正常。但是天道在人類形成社會之前就已經有它的運行規則了，鑽法律空子的人並不一定都有灾，法律畢竟還是人設計的，有多少逍遙法外的，可違反天道規則的人就插翅難逃了。在這個複雜的現代社會，有很多規則是你不懂的，稀里糊涂踩了坑。當你不知道這個行為是否違規的時候，恰好身邊人全部都是這樣操作的，人人都這麼做，人人都沒事兒。你跟風也這麼幹了，又趕上你氣運不好，那你就進去了。所以這個世界上很多人不是知法犯法，不是為了犯罪而去犯罪，他只是在追求財官的時候鑽了法律空子，還茫然不自知。這在命局中也是一種被誘惑的體現。六祖壇經說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其實貪嗔痴慢疑也是人人具足，人人生來就會。財官是人生發展的動力，也是人被誘惑的根源。貪嗔痴就像是個天道的引力，它會把你往下位面拖拽下去，而且這個引力不是固定的，金字塔越往上，財官越大，貪嗔痴被點燃的程度也越大。真到了那個位置，屁股決定腦袋，財官擺在你面前，所有人都告訴你大家都是這麼幹的時候，你的貪嗔痴被放大了多少倍呢？那是被集體的慾望推着走。所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所以當你的位置越高，你就得有足夠的智慧去照见，以等量的正念去走正道，去轉化財官的牽引力，不做財官的奴隸。人生真正的目的是透過一場經歷提升自己靈魂的高度。如果沒有前面的推理過程，上面這些話就只是雞湯，對你來說就是正確的廢話。我不是勸你不去追求財官，讓你四大皆空，而是告訴你，只有看清命局財官的邊界，才知道這個道理該怎麼用。你別以為在社會上混得成功的人有多高深，他未必比你強多少，只是命運在那個節點選中了他。若非說有什麼不同，那也只是把人世間的套路和規則玩得更透徹罷了。郭總日柱己巳，天干透的己土，地支的根是巳中戊土，這是寅癸為神。时柱的辛未更是把真未土偽裝成了假虛土，這就是活成了一個人精啊。而且天干透了食神，說話還好聽，你在現實中遇到這樣的人一定会喜歡他。而參透命運則是把天道的規則也琢磨透了。所以郭總有沒有機會逃出升天？他有2次機會，第一次是春節之前，第2次是我勸他離開的時候，但是他不信，他被眼前的假象，長期以來的順風順水遮蔽了判斷進退取捨的雙眼。你以為你不是郭總嗎？不是因為你比他清醒，而是因為你還沒做到那個位置，還沒摸到那個量級的財官，還沒被那個強度的天道引力拉下來。等你真進了那個江湖，所有人都告訴你沒事兒，所有流程都給你開綠燈，所有好處都擺在你面前，你會怎麼選擇呢？這才是這一期真正想留給你的問題。